如果我告诉你，在明朝中后期的江南水乡，一个身无分文的穷书生拿着一件带有高门千金体香的贴身肚兜，站在当地最显赫的士绅家族门前逼婚。按照我们看古装戏的经验，这事儿一旦闹开，千金名节尽毁，为了家族颜面，老丈人就算捏着鼻子咬碎牙齿也得把女儿嫁给他。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3天后，书生没等来迎亲的花轿，却等来了一口薄皮棺材。千金没有嫁给他，书生也没有成为乘龙快婿，他反而成了偷窃主家财物、疯癫妄语的淫贼，被衙门的差役用杀威棒活活打死在街头。而那个高门大户连一滴眼泪都没流，甚至没有对外发布任何辟谣声明。大家想想，这难道不违背常理吗？铁证如山的丑闻，生米煮成熟饭的死局，为什么高门不仅不认账，还能在瞬间让一个手握把柄的穷书生人间蒸发？没有退路，没有公道，没有活路。很多人以为古代高门大户最怕的就是名声受损，只要抓住这个软肋，穷小子就能逆天改命。但真实的历史远比戏曲里演的要冷酷10000倍。今天咱们就扒开才子佳人故事的糖衣，看看古代阶级壁垒下最血淋淋的生存逻辑。让我们像看电影一样，把镜头推回那个令人窒息的现场。古代真正的高门大院不是一个简单的4合院，而是一座森严的堡垒。以明代江南的5进大宅为例，从大门到内宅要穿过3道仪门，经过2个天井，绕过一座巨大的影壁。每一道门都有婆子守着，每一道墙都有护院巡逻。未出阁的千金小姐，活动范围被死死限制在最深处的绣楼和后花园。她的世界里，除了年迈的祖母、严厉的母亲、几个陪房的嬷嬷和几个粗使丫鬟，根本见不到任何成年男性。明代学者庞尚鹏在《庞氏家训》里写的明明白白，内外之分严如一国，男子无故不入中门，妇人无故窥中门。这不是道德说教，这是物理隔离。一个穷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引荐，连大门的门槛都跨不过去。他以为在庙会上一擦肩，在池塘边捡个手帕，就能和千金小姐四目相对。但实际上，小姐出行的轿子四周都围着帷幔，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就算书生运气爆棚，翻墙进了内宅，他面对的也不是含情脉脉的少女，而是几十条恶犬和几十个拿着棍棒的家丁。退1万步讲，假设这个书生真的像话本里写的那样，拿到了小姐的贴身之物，甚至真的发生了点什么，他拿着肚兜，气势汹汹地冲进衙门告状。他以为县令会替他做主，以为老丈人会为了女儿的清白而妥协，但公堂之上的现实会瞬间击碎他的幻想。县令坐在堂上，看着底下跪着的穷书生，连那个肚兜都没看一眼，直接一声断喝。左右差役如狼似虎地扑上来，先打20大板。为什么？因为在古代的司法体系里，这叫以下犯上，叫刁民讹诈。书生在公堂上疼得死去活来，他嘴里喊着我有证据，我有私情，但县令关心的根本不是证据，而是这个案子背后的权力网络。这个高门大户的族长可能是县令的作师，可能是县令的同乡，更可能是县令未来升迁的靠山。你拿一个穷书生的命去换县令的前程，县令只会把你往死里打。这就是现场还原的残酷真相，没有青天大老爷，没有奇迹反转，只有冰冷的杀威棒和底层人绝望的哀嚎。这时候肯定有人不服气，大家被民间传说和戏曲骗了太多年。我们从小听西厢记，看牡丹亭，看无数话本小说，这些故事里有一个万能套路，叫生米煮成熟饭。只要事情做实了，女方家为了名声就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很多人以为古代社会极其看重礼教，女人的名节比命还重要，只要毁了名节，高门就失去了要挟的筹码。事实真的如此吗？单靠名节和丑闻根本无法产生这种颠覆阶级的破坏力。你以为你算的是男女私情，人家算的是家族秩序。你觉得发生了关系，这是一张铁证，可人家根本不跟你讨论感情真假，人家只会先判断一件事，这件事如果认了，对整个家族意味着什么？
只要认了，就等于承认这个家可以被一个外面的穷小子靠下作手段拿捏。今天你能拿小姐逼婚，明天别人就能拿流言勒索，后天政敌就敢借机攻击，说这家门风败坏，家中无教。古代贵族最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件丑闻本身，而是别人看见这个家居然摆不平。摆不平这件事儿比丑闻本身更危险。所以话本里的套路纯粹是穷书生写给穷书生的精神安慰剂，在真实的阶级碾压面前，这种幻想连一张擦手纸都不如。接下来咱们进入硬核解密环节，用现代社会学和古代宗法逻辑把这套吃人的机制拆解得明明白白。为什么穷书生靠毁名节逼婚绝对走不通？这里有3个无法逾越的物理与逻辑壁垒。第一层壁垒是空间与信息的绝对垄断。大家想想，高门大院为什么要把内宅看得比命还严？因为在内宅里，小姐不是一个单独的人，她是家族的核心资产，她的婚配直接关系到家族的政治联姻、资源置换和阶层稳固。一个未婚小姐最大的资本就是名节，这个东西在古代直接等同于婚配价值。既然代价这么高，人家当然会提前把风险压到最低。你想偶遇，先问问你有没有机会靠近；你想递情书，先问问你能不能摸到墙边。高门大院的安保级别堪比军事要塞，很多穷书生连进入这个游戏的资格都没有。他最大的悲哀不是追不到小姐，而是连被小姐拒绝的机会都不一定有。人家根本不会让你进场，你在外面看着高墙深院，以为里面住着一个会为你落泪的小姐，可对里面的人来说，你连一个具体的人都不算，只是门外一团模糊的风险。第二层壁垒是解释权的绝对垄断，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假设书生真的拿到了物证，上门逼婚，现代人脑子里容易浮现一个画面，老丈人脸色铁青，最后含泪点头。但在古代，有解释权的人往往不是事实更清楚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你手里拿着一件肚兜，以为这是铁证，可人家只要一句话，这东西不是我家小姐的，是粗使丫头的，是你偷来的，是你伪造的，你怎么办？你要证明，可你拿什么证明？你没有监控，没有 DNA 鉴定，没有现代司法程序，更没有一套平等公开的舆论环境。在古代的法律体系里，良贱不婚，主仆名分大于天。高门大户说你是贼，你就是贼，对方不是在和你争一段风流韵事，对方是在用一整个社会网络碾碎你一个人。你所谓的证据，在权力的解释权面前，就是一张废纸。第三层壁垒是婚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古代门第婚姻从来不是你情我愿那么简单，它首先是一笔家族生意，然后才可能轮到个人感情，小姐嫁给谁，不只是他跟谁过日子的问题，而是这个家要跟谁结亲，要把利益往哪一边送。你一个没背景、没功名、没家底的穷书生，想靠一点男女私情，甚至靠一场丑闻，逼得人家把小姐嫁给你，你想的根本不是爱情，你想的是抢劫，而且抢的还不是银子，是人家整个家族精心经营几代人的社会位置。这就好比你拿着1块钱去强行收购一家市值100亿的跨国集团，你以为你抓住了对方的把柄，对方就会妥协，但实际上集团的法务部和安保部会瞬间把你这个恶意收购的人送进监狱，在家族利益的算盘里，牺牲一个女儿或者牺牲一个外人，成本极低，但承认被底层勒索，导致家族信用破产，成本极高。这笔账，高门的主事者算得比谁都清楚。讲到这里，科学的逻辑已经闭环，但这件事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还不是物理和逻辑上的不可能。真正的终极反转在于，这场灾难本来可以不发生，但它必然发生，因为在这背后隐藏着深层的体制缺陷与人性的极致之恶。为什么高门大户遇到这种事儿，第一反应不是私下解决，而是要把书生往死里整？为什么要制造一个血淋淋的示范？这就涉及到了古代权力体制的破窗效应。一个大家族能够站得稳，靠的就是让外面的人相信这个门第不好惹，招惹了也没有好下场。你以为你是在逼婚，人家看的是你在挑衅整个家族的控制力。如果今天他们为了保全名节，
捏着鼻子把你招了赘，明天城里的地痞流氓就会来讹诈，后天其他家族的政敌就会借题发挥，在权力场上软弱就是原罪，所以他们必须把第一个挑战者狠狠干下去，而且要干得极其惨烈，让所有人都看到敢拿这种事儿威胁我们，这就是下场。这不是为了女儿的名节，这是为了维护阶级壁垒的绝对威严。更可怕的是官场的权力共谋。你以为官府是中立的裁判？错，官府是当地权力结构的核心节点，县令和高门大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输送，士绅阶层享有免税特权，他们把土地挂靠在自己名下，帮县令完成前梁考核，县令的升迁需要士绅的舆情支持，这是一个严密的利益共同体。你带着证据去告状，等于逼着县令在权贵和你之间选边。你以为他会选事实，他选的是自己的乌纱帽，所以衙门的门对你来说是鬼门关，你的证据会被说成伪造，你的证人会被打成伪证，你的人品会被贬低到下流，最后整个案子会被翻译成一句最简单的话：刁民诬告主家罪加一等。在这个过程中，底层的互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把故事圆上，高门可能会牺牲几个无辜的丫鬟，把私通的罪名扣在丫鬟头上，把丫鬟发卖到千里之外的暗窑，甚至直接灭口。而那个以为自己在捍卫爱情的穷书生，不仅会失去生命，还会被剥夺所有的道德合法性，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世世代代的笑柄。这就是体制的绞杀。他不需要讲道理，他只需要消灭提出问题的人。在权力的傲慢面前，底层的命连草芥都不如。让我们把视角拉高，进行最后的价值升华。为什么民间和书里还老是流传那么多穷书生和小姐私定终身的故事？原因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因为写这些故事的人大多本来就是那群最想穿过阶级高墙，却在现实里一次次撞得鼻青脸肿的读书人。现实太苦了，寒窗苦读不一定有功名，有了功名也未必有靠山。看着高门大户的女儿美，门第高，资源足，自己根本插不进去，那怎么办？现实里进不去，就在纸上翻墙；现实里见不到小姐，就在故事里让她自己打开窗。说到底，这是一种极强的心理补偿。古代科举社会给了读书人一种特别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告诉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要努力就有机会翻身；另一方面，真正的门第和资源又经常把你死死挡在外面。于是穷书生会天然的对才子佳人故事上头，因为那个故事不只是在讲爱情，它是在讲一种他们最渴望的阶级逆转，讲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如何靠才华和深情最终把高墙里面的人赢出来。更有意思的是，故事里的小姐总是非常主动，她先看中你，她先递眼色，因为这样一来，穷书生在故事里就不用面对主动跨越阶级边界的巨大风险，是小姐先爱上我，不是我高攀。这样一改，书生在道德上就安全了，在情感上也有面子了，但这依旧是文学替现实擦粉。真正的大户小姐从小被规训，被看守，被安排，她的感情很少有那么自由的空间去先行动。你以为她只是在对抗父母，实际上她是在对抗整个家族的利益逻辑。古代婚姻从来不是单纯两个人的事儿，女方出身越高，这件事儿越像两个家族之间的结盟。既然是结盟，就要看门第，看前程，看资源交换。穷书生如果真想娶到高门女子，最稳的路是什么？不是翻墙，不是碰瓷，不是造丑闻，而是先把自己抬上去。你得有功名，有官职，有名声，有前途，让自己从一个不值一提的外人变成一个可以被纳入考虑范围的人。这才是古代最真实也最残忍的答案。不是说高门小姐永远不可能嫁给穷书生，而是说你得先把自己从穷书生里爬出来一点。你不能什么都没有，就拿一腔热血去撞高墙，然后指望墙会为了你的真心自己塌下来。墙不会塌，大多数时候它碾碎的是你。那些话本小说喜欢讲情比金坚，门第不敌真心，可你要真拿这种故事当现实攻略，结果往往不会是洞房花烛，而是皮开肉绽。真正的绝望从来不来自鬼神，也不来自高墙太后，
他来自墙里的人根本看不见你，而墙外的规则却要求你粉身碎骨。真正的恐惧是那些有权利做出决定却不用承担后果的人，用一套冠冕堂皇的礼教，把底层的尊严和希望绞杀得干干净净。历史的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而那座山是用无数穷书生的白骨和底层女子的眼泪堆砌而成的。所以下次你再看到古装戏里一个穷书生剪了手帕，翻了院墙，闹了丑闻就能抱得美人归，你可以笑一笑就好，那不是历史，那是幻想。真正的古代比这冷得多，也硬得多。高门小姐不是你想见就见，贵族老丈人也不是你一逼就认。你若真敢拿这种方式去赌，输掉的多半不只是婚事，而是你整个人。古人写尽风月，是因为现实太难。我们今天把这层纸捅破，不是为了嘲笑爱情，而是为了看清在那个时代，爱情到底被什么东西死死压着。压着它的不只是规矩，不只是礼教，更是看不见却比墙更厚的权利，门第利益和整个社会默认谁能说话谁不能说话的秩序。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穿越回古代，成了那个一无所有却对高门千金一见钟情的穷书生，面对这堵吃人的高墙，你是会选择在画本里意淫一场大团圆，还是会选择咬碎牙齿去科举的独木桥上拼死一搏？或者你早就看透了这吃人的体制，选择彻底躺平？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咱们一起探讨这残酷的历史真相，也顺手点个订阅，咱们下期见。